加沙战局扩大，哈马斯、黎巴嫩、也门3打1，苏伊士运河阻塞，英法美下场围剿也门胡塞，美军工资再次大涨，俄罗斯爱上无人机学开发，英意日联合研究新型战机 F-35已经普及欧洲各国，咱们一个一个来看。加沙地带的战斗还在持续进行，以军继续灌水行动，哈马斯没淹到脖子的都跑出来抵抗以军了，淹到脖子的都出来投降了。以军呢第188旅在加沙北部的作战顺利，在加沙城内与哈马斯成员展开激烈战斗，哈马斯最终不敌以军被消灭。同时以军发现了哈马斯藏匿的隧道，不过这次没有灌水，而是进行了手雷封堵。加沙地带整体都处于以军的轰炸范围，但明显轰炸效果不佳，投入天空的资源不如放到士兵身上更划算，可以投入更多的兵力进行细致的围剿作业。12月16号的消息，以色列国防部已经有人进学校进行了动员，不过没有更多的迹象表明 IDF 的兵力出现了紧缺问题。虽然近来有媒体称以色列国防军伤亡超过了1600人，但这相对于哈马斯的损失应该是小得多了。其主要原因呢，还是哈马斯的实力过于孱弱，现在的 IDF 也基本上开始转移作战目标了。在以色列的北部，黎以双方还在亲切地交换轰炸，内塔尼亚胡所说的向北推进的作战还完全没有动静，只是停留在了炮轰阶段。黎方呢也没有更多嘴上的动作，手底下见真章吧。双方就在黎以边境干了个爽。总的来看呢，加沙地带的战事进入了一种相对的平静阶段，但明显呢，后续战斗不会很快的就出结果，就像以色列国防部官员表示的那样，战斗还要持续几个月呢，这中间说不定还会出现什么幺蛾子呢。在红海海域，也门胡塞武装在12月12号宣布，将在红海无差别进攻以色列船只。第二天，他们就发射了无人机，进攻了经过的挪威商船，还好被法军的朗格多克号击落了。也就是当天，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梅森号收到了阿德莫尔号油轮的求救信号，通信中表明他们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袭击，同时以色列立刻把自己的货船改了航道，也因此损失了30亿美元。12月14号，一艘亚洲货船在曼德海峡也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不过因为准头问题，该货船并未受到损伤。15号，胡塞武装宣称在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袭击了2艘货船。同一天，美军宣布海上特遣部队已经抵达以色列南部艾拉特港，就是为了维持红海治安。15号，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南部城市艾拉特的多个目标发动了跨境无人机袭击。这次袭击呢，是打击美军还是打击以色列，还真的不好说。同时，美国的埃森豪威尔航母打击群进入了波斯湾，立刻遭遇了伊朗的无人机和多艘导弹艇，双方剑拔弩张了近3个小时后，美军选择息事宁人，撤到了阿曼湾，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有2艘航母打击群的力量。而卡尼号、斯特西姆号和梅森号会24小时在曼德海峡附近巡逻，以保持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压制。12月17号，英国4-5型驱逐舰 HMS Demon 也出现在了红海海域，并用海毒蛇导弹拦截了发射向商船的导弹。与此同时，法国达菲海运已经命令旗下目前在红海或者计划通过红海的所有船舶暂停航行，前往安全水域，等待进一步指示。从上面一系列的事态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已经招惹到了英美法3个大佬了。如此多的战舰齐聚中东，你要说没有事儿，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已经叫停了当地的民用船只，明显是等待着胡塞武装的下一步动作。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无差别袭击过往船只，肯定会遭到3个大佬的围殴。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以色列的战斗都没能让大佬集体下场，反倒是在红海的曼德海峡出现了如此豪华的阵容呢？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字儿：钱。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曼德海峡前往以色列港口的任何船只，企图以这种方式参与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战争，这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全球石油和能源贸易的担忧，也引发了对苏伊士运河影响的担忧。曼德海峡是连接着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海峡，把非洲的吉布提和亚洲的也门分开，由也门、吉布提、俄里特利亚控制。
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并将红海与地中海连接起来后，曼德海峡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全球约1/5的石油消耗都经过该海峡，该海峡的交通安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俄罗斯、土耳其、法国和以色列等国都渴望在吉布提、索马里和俄里特利亚等国建立军事基地。另一边呢是苏伊士运河，一条连接着地中海和红海的人工水道，缩短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上贸易路线，也不必绕行非洲大陆较长的路线。美国彭博社的数据显示，全球约10%的石油贸易和8%的液化天然气贸易需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其中约2/3的原油来自海湾地区。苏伊士运河长193公里，每天约有30%的全球集装箱通过，约占全球所有货物贸易总量的12%。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统计，来自运河南部的货物量约占通过苏伊士运河货物量的47%，也就是说，一个曼德海峡就管控着全球约6%的货物贸易总量。而且这一比例呢还在稳步增长。据苏伊士运河总局称，截至2023年11月底，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舶交通并未受到曼德海峡事态发展的影响，双向船舶数量增至2264艘，与去年同月的2171艘船舶相比，增加了4.3%，运河收入也增加了20.3%。截至2023年6月30号的财年，苏伊士运河总收入增长34.7%，达到94亿美元，而上一财年为70亿美元。通过运河的船舶数量增长17.6%，达到2.6万艘次。可以说这条运河流淌的都是金币啊！但现在就是因为胡塞武装的无差别攻击，欧亚2个大洲做生意的成本就蹭蹭往上涨。彭博社、法国的《费加罗报》等媒体的报道警告称，曼德海峡的安全局势对穿越红海的航运产生影响，将影响红海乃至苏伊士运河的航运交通，并且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这可不是媒体们危言耸听啊！2021年3月，长400米、宽59米的巨轮长次号在苏伊士运河发生了搁浅，造成运河双向航行交通中断了6天。在关闭的近1周时间里，每天给全球贸易造成约100亿美元的损失。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每天的损失达到1400万美元，而且这一数字呢每天都在上升，最后翻了1倍，达到每天2800万，一周损失达到2亿美元。这导致了运输、保险、生产和燃料成本价格翻倍，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从而引起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想到这些恐怖的后果，美英法又作为贸易大国，贸易上的利润岂能因为胡塞武装的疯狗模式嗖嗖的往下降？所以3家大佬齐去红海也就是顺理成章了。整体上来看呢，加沙地带战事已经扩大了，以色列向北对上了黎巴嫩，欧美因为苏伊士运河的畅通盯上了捣乱的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的仇恨呢都集中在了以色列身上，到最后无论打成什么样，以色列都会成为也门仇恨的第一对象。那么接下来咱们去看看俄乌战场。俄乌战场的战线依旧如故，俄罗斯还在持续的轰炸基辅。说实话，这并不能对前线造成改变，而且俄罗斯还把匕首导弹加入了菜谱，不得不说是把好钢用在了刀背上。普京认为俄军有61.7万的士兵在乌克兰作战，但这一点遭到了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安德里尤索夫的反驳。他认为俄罗斯最多部署了45万士兵，大兵更愿意相信乌克兰情报局。往往最了解你的并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另外，泽连斯基的欧美之旅应该是结束了，只是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惊喜。同时，俄军也爱上了无人机，开始自行研发。由金吉谢普机械制造厂 KMZ 研制制造的蒲公英海军无人机已经有10台进入到了测试阶段。只是大兵比较疑惑，难道黑海舰队还敢出门作战吗？即便送给他们最先进的无人机。最后咱们再来说说美军的工资，大兵听说他们又涨工资了。美国参众两院均通过了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为美国国防部提供了8414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且表明了美军的基本工资增加 5.2%。按咱们基本工资中间档的义务来算，3800美元的 5.2%约为197.6美元，也就是说美军中士们涨了差不多200块钱美元工资，快顶上俄罗斯的义务兵工资了。
另外，美军2024年住房基本津贴的费率平均增加 5.4%， 新费率将于2024年1月1号生效，也就是住房津贴也涨了 5.4%。大兵记得，驻韩美军的住房津贴大概是2100美元，等于又涨了100多美元。他们甚至为了军人及其家属的福利，将家庭分离津贴增加到了每个月400美元。如果大兵没有记错的话，美军的家庭分离津贴原本只有250美元，这一下子就涨了 60%啊！大概总结下来呢，2024年的驻韩美军中士级每个月呢可以多拿近500美元工资。另外，在2024财年 ，NDAA 还授权海军签订最多13艘弗吉尼亚级潜艇的采购合同，世界最强海军进一步扩军。12月11号，比利时第一架 F-35 建造完成落地，除了比利时外，其他国家也都购买了多架 F-35。看看这么多的 F-35， 就这后面还有排队购买的，比如说罗马尼亚到2030年才能买得到。不知道俄罗斯的2大设计局是何感受？当然，研究战机的不止俄罗斯人。最近，英国、意大利、日本3国的带头军工莱昂纳多、三菱重工和 BAE 系统公司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的公约，计划研究新的战机。不过大兵看了看这架战机的预设，怎么感觉好像是 F-35啊？好了，今天的战报就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